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俄罗斯空天军的战略轰炸机在俄乌冲突中表现一般。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价俄军战略轰炸机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俄乌冲突爆发7个多月之后，对俄罗斯空天军实力强悍的战略轰炸机所发挥的作用，外界有不少的争议。近日，美国战区专栏发表文章称，俄军的战略轰炸机在战争前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随后表现非常惨淡。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第121重型轰炸机航空团禁卫军荣誉称号，原因是该团人员在战斗行动中表现出的群众英雄主义。普京没有直接提到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但时机肯定不是巧合。据悉，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向距离波兰边境仅10几公里的乌克兰的军事训练场发射了巡航导弹，加上3月13日的打击，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向一个基地连续发射了大约30枚巡航导弹，其中有些命中了目标，而有些呢则没有。目前，由于俄罗斯军队无法获得乌克兰上空的绝对制空权，其战术飞机发动的对地打击行动数量相对较少，对乌克兰纵深目标的空射打击仅由俄罗斯的远程轰炸机来执行，往往会从俄罗斯或白俄罗斯的领土上空，或从里海或亚速海上空发射巡航导弹，对乌军的重点目标发动精确打击。目前，俄罗斯空天军装备有3种战略轰炸机，那就是图22M3中程战略轰炸机、图95和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些轰炸机主要用于攻击乌克兰中部和西部的基础设施，包括军事装备生产工厂和修理工厂，以及战略燃料供应基地、机场、铁路设施等等，以便阻止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效果有限。开战初期，他们每天大概执行200架次的任务，而持续到现在，平均每天的出动量降到了60至70架次。即使是早期的每天出动200架次的战术飞机，大概一天也就投射8枚导弹。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术航空兵对地打击的武器系统仍然是以自由落体炸弹为主。在俄罗斯军队从哈尔科夫地区撤退后，俄空天军袭击的目标集中在了乌克兰电网，以对乌军的行动进行报复。据乌克兰的报道，俄罗斯空天军于9月11日从里海上空发射了6枚 KH-101巡航导弹，其中5枚被防空系统拦截。图22M3中型轰炸机承担的任务既有战略攻击，也有战术轰炸。最初投入使用时，他们使用更多的是常规炸弹，而不是巡航导弹。图22M3轰炸机曾被用来轰炸被包围的马里乌波尔的工厂。马里乌波尔的轰炸持续了很多天，直到5月初，图22M3使用了500公斤的爆破弹，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由于当时马里乌波尔已经被俄军紧紧包围，轰炸机不必担心乌克兰的防空系统。那么对于乌克兰纵深的目标，图22M3则改为重型的 KH-22M、KS-22N 或者是更新的 KH-32超音速反舰导弹进行攻击。使用 KH-22和 KS-32导弹的空袭在6月份相当普遍。乌克兰的各个重点目标先后被200枚此类导弹所命中。不过 KH-22以及 KS-32导弹相对比较落后，它们的攻击精度比较低。何况这些反舰导弹
是改装之后用于对地攻击的，实际上并不太适合打击地面目标。那么俄罗斯空天军为什么会用图 22M3 大量使用 Kh-22导弹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呢？是因为这种导弹的库存量非常大，保质期呢已经快结束了，不用就会作废。本月中旬 ，Kh-22仍然是俄罗斯远程航空兵在乌克兰使用的最广泛的精确制导弹药，而新型的 Kh-32导弹的使用数量只有100枚左右。俄罗斯空天军还出动米格31，发射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重要目标。但是呢，仅仅做了几次展示，并没有使用这种导弹持续的对乌克兰的战略目标发动攻击。主要原因是这种新型导弹的数量比较少，有报道称其库存量只有35到40枚导弹。目前在战场上使用的武器多半是 Kh-55或者是 Kh-555以及 Kh-101。那么这些导弹的射程更远，动辄2500公里，最远据说可以达到4、5千公里。射程这么远的导弹是不适合用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因为他们瞄准的目标是美国。可以说这些远程或者超远程巡航导弹是为美国准备的，造价非常高，将它们用于打常规战争极不合算。所以美国的军事专家才会提出这样的观点：俄罗斯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在这场冲突中的表现一般，因为它们的出动量比较少，而且呢都不进入乌克兰上空，发射的巡航导弹数量有限。何况俄罗斯的远程巡航导弹还存在这么几个问题：一个，它们只能打固定目标，不能够打击移动的目标；另外呢，远程巡航导弹的数量非常有限，因为成本非常高。比如西方国家估计 Kh-101导弹的库存量不足100枚，而其生产速度不超过每个月3到4枚。最近在乌克兰使用 Kh-101导弹的情况呢越来越少，这可能意味着他们的库存已经接近枯竭。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俄罗斯空天军的战略轰炸力量在这次俄乌冲突中表现确实一般，他们无法对乌军的目标实施地毯式轰炸。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高价值的导弹库存量可能存在不足，这也影响到了他们战力的发挥。当然，远程攻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他们不会受到敌方远程防空火力的威胁。因此，对美国专家的评述，我们必须正反两方面来看，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